大家好，我是毛毛。今天自己烘干了一点干葱，然后做了香葱花生酥，给大家分享一些简易又好操作的整形小技巧，让做出来的这款香葱酥不但好吃，外形也方方整整。首先我们来自制干葱，洗干净的7到8根青葱切碎，当然也可以买，但是自己做也不麻烦，用多少做多少。切碎之后平铺在烤盘上，烤箱90度，先去慢慢的烘干着，大概需要60分钟左右。这时候我们来做外面的酥皮。准备工作需要将配料中的黄油和鸡蛋恢复到室温，室温软化好的黄油加入糖粉，先用低速混合，防止糖粉飞溅。调成中速将两者混合，无需将黄油打发，看着有点羽毛状就可以了。然后打入室温鸡蛋，鸡蛋要记得提前恢复室温，鸡蛋温度太低会造成黄油的水油分离，所以凡是用黄油做的铁点，鸡蛋都是要室温的。中途记得刮盆壁，保证搅打均匀。看不到蛋液整体顺滑之后，就可以加入中筋面粉。做这款酥，黄油是不需要打发的，所以看到顺滑之后就停止搅打。筛入中筋面粉，然后先用打蛋器的最低速将面粉混合，然后再换成刮刀整理。这时候面团状态是很软的，所以我们将它包上保鲜膜，冰箱冷藏半个小时以上，增加硬度，目的是为了下一步更好的整形。我们看一下葱花，烤到摸着干干的就可以了。自己烤出来的干葱真的超级香，建议大家有机会自己烤一次，然后做点心非常赞。准备好其他的原材料，有提前炒熟的糯米粉、玉米油、花生碎、椰糖、花生酱、白芝麻和刚才烤好放凉的香葱碎。首先我们把色拉油、花生酱加一起，目的是用色拉油将花生酱卸开。花生酱、芝麻酱这些酱用油很容易就可以卸开了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加入细砂糖，搅拌均匀。糖的用量可以自己增减。然后加入糕粉，也就是炒熟的糯米粉。加粉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用量，因为每个人的花生酱、芝麻酱的稠度不同，所以先少加一些，彻底搅拌均匀之后再调节。这时候用手捏一下，有一点点软的状态，然后加入花生碎、芝麻、干葱碎，搅拌均匀。没什么难点，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最后的馅料的干湿度，太湿的馅料会影响最后的外形，太干的馅料烤完都会散开来，也影响口感。判断方法就是用手抓紧可以成团，但是触碰就散的状态即可。这里分享一个馅料整形技巧，也是我做了好多次琢磨出来的。借助一个方形的烤盘，将馅料1分为2，借助刮板将馅料压成3公分左右的正方体，压紧，这样正好借助烤盘的两边将馅料塑形。馅料被压成2个长方体之后，一会儿就会非常容易包裹，建议不要搓成圆柱形体。这时候酥皮冷藏也差不多了。整形的时候，我们取一个保鲜袋，宽度和你的烤盘差不多，放入1半的面团，改的宽度稍微宽一点，因为过宽我们可以切掉的。用剪刀解开塑料袋，尽量不要用手或者手套去触碰，破坏表面，影响烤好的酥的外形。借助刮板将馅料转移到酥皮上，借助外层的塑料袋和刮板，和视频里演示的那样，将酥皮包裹住整个馅料。最后收口的时候，将刮板尽可能的切割到最底部的酥皮那条边，这样切割的时候也完美的将首尾的面团包合在一起了。用保鲜袋包裹四周，这时候直接切会太软，我们将做好的2条酥先去冷冻30分钟，然后拿出来再切割。
带着硬度的酥皮切割完的形状就会特别的工整好看。这是冷冻了45分钟拿出来的，切下去每一刀都很工整。我们看一下它的侧面，借个摆放在烤盘中。如果一次吃不完，可以不用切割，直接整条冷冻，吃的时候提前解冻，切割烘烤。最后刷上蛋黄液，然后再来点白芝麻。白芝麻这样倒口摘，摘得多也好看整齐。这样就可以送入烤箱烘烤啦。180摄氏度20分钟左右，闻到超级香的花生干葱香味的时候，可以打开烤箱门，取一个看一下底部，出现这样的上色就可以了。取出，在烤架上面晾凉，避免底部出现水汽，超级好吃。葱的香味真的是这个馅料的灵魂，在口中咬上一口，慢慢的体会，越嚼越香，真的是超赞的一款点心。最后总结一下要点：酥皮要冷藏到一定的硬度再开始改开整形，同时建议借助保鲜袋来改开，同时呢也要借助保鲜袋来包裹馅料，这样可以让表面光滑，更加方整。馅料的制作上没有什么容易做错的，唯一就是加入炒熟的糯米粉要分次加，馅料的干湿度要合适。那我是毛毛，希望您喜欢我今天的香葱花生酥的视频，我们下个星期的美食视频再见哦，拜拜。